天刚蒙蒙亮，西藏军区某连的女兵们便早早地起床了。她们今天将要前往某执勤点与巡逻分队会合，参加接下来的边防巡逻任务。就在出发前，女兵班长圆圆把一面国旗交到了上等兵范小薇手中。这是我们巡逻时须知要用的国旗，现在就由你来保管，是否能完成任务？好的，班长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去年10月底，范小薇跟随墨脱首批戍边女兵来到了边关墨脱。时隔半年，这位来自广西的姑娘即将迎来戍边生涯中的第一次巡逻。敌人打击！同志们，根据上级指示，此次巡逻任务由我巡逻分队执行。此次巡逻路线会经过马黄区、沼泽地、密林区。在此次巡逻过程中，希望同志们一是确保自身安全，二是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，三是大力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只有当我自己真正的踏上这条边防线，去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路，我才能对边防军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，才能保护好我们的每寸土地。然而，想要参加巡逻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墨脱官兵的巡逻路大多分布在海拔500米至5000米的原始森林中。事实上，不仅仅是范小薇，这次参加巡逻的9名女兵之中，有6名都是第一次参加巡逻。经过2个小时的盘山公路，车辆来到了公路尽头，女兵们也与巡逻队伍会合完毕。此次他们的目的地位于30余公里外的无人区，往返需2天的时间。官兵们需负重近20公斤的战备和生活物资徒步完成此次任务。墨脱气候温润多雨，遍布着原始森林，因此这里也成了无数蚂蟥隐藏的温床。第一次直面蚂蟥，虽然来之前范小薇就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在真正接触到它们的时候，难免有些慌神。快点把我抓下来呀！就战胜蚂蟥是巡逻的必修课，一开始有些女兵并不适应。来，抓起，拿手来，看看，报警，给我一直的捏起来，捏到顶上去。给大家科普吧，这就是蚂蟥。建立，来了，咋了？它这个应该吸很久了，这个已经应该吸了，可能有半个小时了。都吸这么饱了，这个拔了肯定会。这是每个戍边官兵都要经历的不可避免的东西，他们都能坚持走完这条巡逻路，我也可以。可能女孩子嘛，她本能反应，特别是害怕那些虫啊，或者是怎样的。因为我原来也会害怕那些东西，可是你站的位置不同，你身份不同，可能对一些困难，你就要去战胜它。这点就一点感受都没有。我以前觉得可能对这些东西很害怕嘛，其实它真正的咬你的时候，你觉得也没有那么害怕。不管遇到什么，它都是你这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风景，勇敢的走过去就行了。但是有个女兵却并不惧怕这些吸血鬼，詹梦洁还偷偷抓了几个要带回去。瓶子里装的都是些啥？都是蚂蟥。在哪抓了这么多蚂蟥？是从班长还有老兵身上摘下来的。那为什么要抓这个蚂蟥？就是第一次来巡逻嘛，然后就很有纪念意义，然后想留回去，然后跟我的家人还有好朋友们分享。充沛的降雨使得原始森林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，官兵们负重行军，每走一步都显得特别吃力。除了蚂蟥和沼泽，在湿度80%的密林里，还有毒蛇、毒蜂和野兽出没。海拔2000多米，负重20公斤，徒步行军3个多小时之后，指导员决定让大家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，补充体力。后面这段路基本上是一个大上坡，有的地方坡度比较陡，甚至达到了80多度，所以说耗费的时间比较长，体力比较大。吃点东西，补充点体力。女兵们也从背包里拿出单兵自热食品，在自己守卫的边防线上吃着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美食。这群姑娘一路上紧绷的神经也得到了一定的舒缓。绝望坡是巡逻的必经之路，
这是之前的老兵们起的名字。上那个台州外地的时候，也有朋友跑下来，然后没事，然后就喝到这个被跳下来。虽然女兵们早有耳闻，但只有真正走过之后，才明白绝望2个字的意义。第一次接触这种山路，不少人都滑倒了几次。随着海拔升高和长时间负重行军，一些战士也开始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。临近傍晚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戍边战士们终于抵达了此次巡逻任务的终点。虽然一路崎岖坎坷，但到了宣誓的那一刻，女兵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，我用生命捍卫守护，宁舍自己一条命，不留祖国半寸土。边防有我，请祖国和人。国旗展开的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紧张、疲惫都化成了对祖国边防的一种敬畏，对捍卫祖国边防领土完整的一个决心，还有成为一名边防军人的一种自豪。我来过这里，我守护过这里，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伟大在于平凡，艰巨在于漫长。返回宿营点，围着篝火仰望着漫天繁星，边防线上的美景在这一刻把它最美的一面呈现给了这群姑娘。墨脱一词，藏语意为隐藏的莲花，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秘境。墨脱县是林芝市下辖县，位于西藏东南部，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，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南坡，南与印度交界。2021年11月，驻守在墨脱边陲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迎来了首批24名戍边女兵，她们也是近60年首批进驻墨脱的女兵。以前一直听说墨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一直也想去看一看，但现如今是以一名边防军人的身份去接近它，我觉得更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吧。新兵袁江梦来自华北电力大学，他的爷爷曾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，他也曾2次报名参军，如今终于如愿来到西藏高原服役。就特别想像男兵一样，手握着钢枪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那一定老帅了。前往墨脱的路行程近400公里，海拔落差达到3000多米，温差近20摄氏度。途中要经过2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，穿越10多条河流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叫扎莫公路，也是13年才通车啊。由于这个海拔落差比较大啊，回头弯比较多，这个可能容易晕车，但是大家多看看外面的风景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看着沿途的雪山和险路，女兵们虽然也有点忐忑，但更多的是对即将到达的神秘墨脱充满好奇。颠簸了8个小时之后，墨脱县城近在咫尺。最后的3公里，指导员杨帆决定带领大家徒步行进，让女兵们体验一下墨脱老路。以前这里林深路险，物资补给只能靠人扛马驮，直到2013年，这里才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。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墨脱军人，首先必须得从走路开始，逐步去领悟我们的墨脱精神。走墨脱路是墨脱官兵必备的一项技能。虽然现在进出墨脱的道路越来越宽阔，但沿着先辈足迹重走老路，是边防团每年新兵入营的第一课。真的很难走，又没有路，地上的淤泥又多，这个树枝上基本上都是滑的，还有这石头也是凹凸不平的。我们才走了一小段，都走了20多分钟，很难想象老班长他们走进来花了3、4天是什么感受。1个小时的徒步，女兵们终于抵达了团部，整个营区沸腾了。为了让女兵尽快融入边防，某边防团安排他们参观墨脱戍边模范营荣誉室，部队还组织女兵们来到墨脱县革命烈士陵园参观。1975年，战士焦大银在执行任务途中受到3条毒蛇攻击，经抢救无效牺牲，年仅19岁。1987年，战士姚林在巡逻途中被江水卷走，那年他只有18岁。2017年，战士梁坤伟在巡逻途中被飞石击中头部，当场牺牲。我觉得我不仅仅了解到了这个单位的历史，更了解到了他那种戍边的精神，是一种深深扎根在此地，
然后为祖国的这份土地奉献一生的热血和力量。这种精神也将会一直激励着我，一步一步严格要求自己。几个月来，他们适应墨脱，苦练本领，成为铁骨铮铮镇守边关的娘子军，担负着防区内通信线路的维护和卫勤保障等任务。这个春节，他们也踏上了巡逻路，用脚步丈量国土。这些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姑娘们，怀着同样的军旅梦，来到墨脱的边防线上。在原始森林，它那个自然环境本来就比较复杂，各方面因素都会导致你这个人受伤啊什么的。这里树枝藤蔓盘根错节，几乎没有路。期间，他们不仅要攀绝壁、过沼泽，还要时刻提防着食人草、咬人树、竹叶青、烙铁头蛇等有毒动植物。你在外面看不到这样的景色，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美。能够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去守卫着这么美的风景，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，也很荣幸。我想这一刻我们女兵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墨脱的巡逻路因为走的人少，植被生长快，再加上塌方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，前一次巡逻开辟的道路基本都被淹没，官兵们只能边开路边前行。我们要放很多东西，单兵帐篷了、睡袋什么的，还有平常的一些物资，估计都能赶上我体重的一半，真的相当吃力。深沟高壑、逶迤起伏的巡逻路危机四伏，一山有4季，一天就可以感受冬夏，这是墨脱气候的真实写照。间隔拉大一点，这防防区容易这个有落石，后面的注意观察。然后我们前面几个刚到那里的时候，就发现桥断了。天空中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，此时气温接近零下10摄氏度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雪，然后你看远处，就是他们那个雪就像凝固了一样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一面是雪，另一面是班长老兵他们的身影站在水里，然后在修路。突然，横亘在眼前的河流拦住了去路，早前搭建的便桥已不复存在。当你走过去的时候，每一位老兵班长都是为你伸出了双手，就是扶着你过那个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。很快，老兵们冒着风雪找来木头，趟着刺骨的河水重新搭起了便桥，巡逻队伍顺利通过。此后，爬陡坡、过塌方、趟冰河，8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抵达了宿营地。围着火堆烘烤已经湿透的衣服时，暖心的一幕出现了。做了一个蛋糕过来，端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动。可能是一个最难忘的生日，也可能是也是最有分量的一个生日吧。在边防线上过这么生日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这可那，这大长腿过两天，然后把你甩。没事，去吃嘛，吃了就原来今天是郭少梅的生日，大家就地取材，用干粮做成简易的生日蛋糕送到了她的面前。篝火摇曳，高海拔低气温的边防线上，每一位官兵却都感受到了温暖，汲取到了力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家踏上了更为艰险的陡坡和悬崖。尽管需要手脚并用，尽管前一天的疲惫还没有褪去，但目标就在前方，姑娘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。迎风冒雪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姑娘们努力前行着。我巡逻分队按时到达点位。我胜利的地方是中国，我用生命捍卫守护，宁舍自己一条命，不留祖国半寸土。边防有我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。女兵们的铿锵誓言回荡在山谷间，高亢又雄壮。万家团圆之际，他们用为国戍边的脚印来忠诚守护祖国的万家灯火。60年间，一代代墨脱官兵在这条路上走过一遍又一遍。对他们来说，用鲜血与生命捍卫祖国的每一寸领土，早已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
而是一次次行走在边境线上的勇气与忠诚。边防有我在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。